不会吧，我竟然真的穿越了！我这刚落地就吐血，新手大礼包呢？十全大补丸有没有？复活甲给一件也行啊。穿越前，我叫林默，那晚我在剧本杀店玩大梦归，顺手撬开了一只装匣。血域沾血的下一秒，剧本成了真的。也好，作为剧本杀满级玩家，我的字典里可没有等死这2个字。都在这杵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表小姐的库房钥匙找出来！你们干什么？我家小姐还没咽气呢！好一出趁火打劫。翠儿，长辈们也是为了飞鱼妹妹好。丫鬟来报说妹妹不行了，我们这才慌忙来帮妹妹料理后事。妹妹，你身子弱，把钥匙交给姨妈，姨妈定会替你保全林家的体面。妹妹，姨妈也是为了你好啊。你父亲刚走，你一个孤女，哪里有精力打理你父亲给你留下的嫁妆？别再累坏了身子。不如妹妹把库房钥匙交由姨妈替你打理，妹妹只需在府里安心养病即可。老太君来了，时机刚好。父亲啊，女儿不孝，女儿真是罪该万死啊！我当是谁在宁香阁里撒野？薛家姐姐真是好大的威风，一个客居的亲戚，要管起主家表妹的嫁妆来了。景行表弟，你误会了，我是为了妹妹好。为了她好，为了她好，带这么多人来逼她。景行，怎么跟你薛姐姐说话的？景哥哥，你莫要管我，我可不是娇滴滴的林姑娘，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手段。我这破败身子只会连累了贾府的名声，我不如现在就撞死在这柱子上，也好下去给父亲赔罪，不让长辈们为难。快拦住他！飞鱼妹妹，这家伙的手好烫。剧本里女主就是为这个家伙流尽眼泪，这么一看，这家伙确实有点东西。这护犊子的眼神真是要命。景行，你在干什么？大庭广众，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快放开他！景行表弟，你就算是心疼妹妹，也不能当众毁了飞羽妹妹的清誉啊！这要是传出去，你们带着一群恶奴逼她交钥匙，逼得她撞柱子的时候，怎么不考虑清誉？你怎么能为了一个丫头顶撞你亲娘？你忘了是谁在你生病的时候3跪9叩为你求来的平安玉，保你平安？你们打着规矩的幌子欺负我飞羽妹妹，我这条命不要也罢。这块玉就是让我穿越过来的那块，现在碎了，会不会影响我回去？这狗男人在这添什么乱？警告：血域已损坏，系统即将进入永久休眠状态，宿主自求多福。疯了！这可是你的平安玉啊！你竟为了这丫头摔碎了它！快把这平安玉捡起来，找最好的工匠好好的修复。你们干的好事！刚进府就逼死孤女，我贾府100年的清誉还要不要了？飞鱼可是比我的亲孙女还亲，你们要是逼死她，我也不会让你们安生。老太君息怒，青瑶绝无此意，姨妈也都是为了妹妹好啊！还敢顶嘴？这就怕了，这群 NPC 的段位太低了。还嫌不够丢人吗？都给我滚出去！飞羽丫头若是有个3长2短，我拿你们试问！母亲息怒，我们这就走。菲菲妹妹，你好好歇着，千万别动气，姐姐改日再来看你。姐姐慢走，原谅妹妹这残破身躯，不能给姐姐和长辈们送行了。还不快滚！需要什么尽管给丫鬟们说，万不要委屈了自己。劳烦魏祖母挂心，我这里一切安好。知道你是为了护着你妹妹，以后可不许再犯浑。快叫大夫给你瞧瞧，可好？我没事，这病还不是特别严重。你还疼吗？这尔寒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这谁顶得住？停！把你的恋爱脑收一收，这点小伤连创可贴都用不上，别搞得像我快截肢了一样。创可贴是何物？飞羽妹妹，
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不如你直接嫁给我。少来沾边，我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养好身体，搞钱。记住，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想跟着我混，当个保镖就行，成亲免谈。好嘞，那小爷以后就给你当专属护院，任你差遣。小姐，这是大厨房刚送来的汤药，赶紧趁热喝了吧。怎么了？这药有问题？上好的党参换成了劣质的黄芪，还透着一股发霉的腥气，怪不得我的身子每况愈下，终不见好。小姐息怒，走，带我去见一见咱们府里的大管家王凤娘。大嫂子可是个活阎王，脾气暴得很，你找她干嘛？当然是借刀杀人，而他这把刀就够快，刚好能把这乌烟瘴气的内院劈个底朝天。这3000两的死账是怎么回事？宫中连买炭的活钱都拿不出来了，你们当我是瞎子吗？大嫂子别发火，这钱去哪儿了？我清楚。表小姐，你不在宁香阁里养病，跑我这账房来凑什么热闹？我可没空伺候教课。我来此是为了给你这个。大房这几个月多出的一大笔去薛家商铺的采买账目，价格足足比市价高了30%。王凤姬要是知道这3000两的亏空是薛清瑶买通雕模，做了阴阳账本，全进了他自己的口袋，死绿茶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这病恹恹的丫头，怎么一眼就能看穿这账本里的猫腻，连底色都摸得一清二楚。还好我把剧本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薛清瑶，你有了王凤锦这个对手，我看你还怎么猖狂。看来我是小瞧表小姐了。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些，想要什么？明人不说暗话，我用林家充足的资金链帮你补齐窟窿，度过眼前的查账难关。条件很简单，我要在府里安心养病。既然大厨房的筛子漏风，那我宁香宫以后的吃穿用度、抓药采买就不劳宫中费心了。好，这买卖我做了。但我平生最恨那些吃里扒外、暗箭伤人的下作手段，这些人我必须好好的惩治。来人，把大厨房里那个给表小姐熬药的婆子拖到院子里，给我乱棍打死。以后谁再敢动表小姐的药材，定剥了她的皮。大少奶奶饶命啊！表小姐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淑妃妹妹，你真厉害！这王凤姬果然够辣。飞羽妹妹，你刚才在大嫂子面前的气场简直绝了！我活了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有人能把活阎王治得贴贴的。你这个人走路不带眼啊！飞羽妹妹，原来你的嘴是甜的，你轻薄了我，可就要对我负责了。小爷我这就回去备聘礼。负责？刚才那叫工伤。还有，戏看完了，你这专属护院也该下班了吧？别跟着我了。那怎么行？没小爷贴身保护你，我不放心。保护就不必了。本姑娘现在要回房干一件极其重要的私事，你跟着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翠儿，关门送客。王凤君疯了吗？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我的人！那个病秧子到底给了他什么好处？姑娘息怒，奴婢听说大少奶奶打人的时候，表小姐和景行少爷都在旁边看着，他们好像联手了。联手？一个宋家儿媳和一个随时会咽气的痨病鬼，也配跟我斗？去告诉宋家人，就说表小姐仗势欺人，打死钟奴，
让他们务必为亲人讨回公道。是，奴婢这就去办。小姐，老太爷居然给您留了这么多家底，光是这江南盐铺的地契就有厚厚一沓呢。您之前还说要全部交给府里，还好您及时醒悟啊。这算什么？这才是我在这个破剧本里活下去的初始资金。薛清瑶那个绿茶想吃绝户，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副好牙嘴。可是小姐，今天大少奶奶打死了大厨房的宋家的，奴婢听说薛姑娘那边正偷偷接触宋家的亲戚呢，怕是他们要来闹事。不来闹，好戏怎么开场？翠儿，你明天一早拿着钱去外面雇几个嗓门大的市井破楼户，再买通大门上的家丁。他们既然想闹，我就出资陪他们把这出戏唱大。老太君啊，求您发发慈悲，给我们做主啊！可怜我婆婆在贾府当牛做马几十年，竟被活活打死了！我娘不就是熬药火候大了一点吗？表小姐仗着自己有2个臭钱，就飞扬跋扈，草菅人命。她就是个克死全家的丧门星。今天不给个说法，我就一头撞死在荣庆堂门口。真惨啊！表小姐平时看着病恹恹的，心肠竟然这么歹毒。就是，两位快快请起，老太君已经急得头疾发作了。你们别怪飞羽妹妹，她自幼父母双亡，性子难免偏激孤傲了些。她也不是有心要害死你们母亲的。薛姑娘，您是活菩萨，可那姓林的就是个毒妇，她怎么能随便杀人？杀人偿命！咱们现在就去宁香阁找那毒妇算账，砸了她的院子。林飞羽，这下你成了千夫所指的丧门星，我看你还怎么在贾府活下去。哎呀，你们别冲动啊！小姐，外面都闹翻天了，春桃他们几个死丫头不仅不拦着，还躲在长廊看热闹呢。那刁婆子的一家毛脑正拿着棍棒往咱们院子冲啊！看热闹好啊，看热闹就没空守着自己的狗窝了。你现在就去，把咱们院里所有人的屋子给我抄个底朝天。顺便把昨天的药渣一并端过来，奴婢这就去。让子弹飞一会儿。住手！表妹身子虚弱，受不得惊吓。你们有什么火冲我来，千万别砸妹妹的东西。毒妇！你还敢在这里喝茶？你还我婆婆的命来！兄弟们，给我砸！把这毒妇的院子砸个稀巴烂，让她知道咱们下人也不是好欺负的。想死个明白是吧？翠儿，把东西呈上来，让他们好好开开眼。这是什么？和你打死我母亲有什么关系？这发霉的黄芪就是你娘每天熬给我的好药。至于这药渣底子，里面掺了能致人死亡的慢性毒药。你娘收了别人的黑心钱，在我的药里投毒，东窗事发，被大嫂子按家规发落。你们不仅不反省，还敢拿了主使者的封口费，跑到这里来倒打一耙，真当这贾府没有王法了吗？你血口喷人！我们没收钱，你就是仗势欺人！刚才我已经派人搜了你们的屋子，整整500两的银票还在被窝里热乎着呢。你们这群刁奴，卖了自己亲娘的命，还想讹人？哟，这银票上还盖着薛记钱庄的通兑大印呢。薛家姐姐，你家的银子可真长腿儿，自己就跑到杀人犯的被窝里去了。妹妹这是何意？这定是有人偷了我薛家的银票，故意栽赃陷害。什么栽赃？就是你的贴身丫鬟宝儿把银票塞给我的，也是她让我们来闹的。贱婢！我平时待你不薄，你竟敢背着我偷银子！
做出这等谋财害命的勾当，你想毁了我的名声吗？姑娘，还敢狡辩？你也不考虑考虑你的父母兄弟，难不成你想连累他们跟你一起遭殃？姑娘，宝儿知错，是宝儿指使他们，请姑娘责罚。大少奶奶，是我管教不严，出了这等恶奴。今日这贱婢任凭大少奶奶发落，绝无二话。薛姑娘真是深明大义。来人，把这吃里扒外的贱婢和宋家这群刁奴一起绑了，即刻发卖到西山黑梅庄子，没我的命令不许回来。姐姐大义灭亲，妹妹佩服。既然是姐姐的丫鬟惹出来的乱子，这500两赃款就全当是给妹妹压惊的汤药费了。姐姐应该不会心疼吧？妹妹受惊了，拿着便是。多谢大嫂子出手，不过外贼好清，家贼难防。今天借着嫂子的威风，我也顺便清理一下我这院子里的门户。春桃、夏荷、秋菊，你们3个给我跪下！小姐，奴婢们是否做错了什么？刚才刁民闹事，我们可是一直在院子里忠心耿耿的守着你啊！你们是躲在人群后头，急着看我怎么被闹事的人打死吧？你们真以为我刚才坐在屋里喝茶是吓傻了吗？趁着你们所有人都跑去看热闹的时候，我早就让翠儿把你们的屋子抄了个底朝天。这金戒指是薛姑娘客院独有的赏赐，这字条上记着我每天见什么人吃什么饭，你们拿我的月钱却像狗一样给。薛清瑶通风报信，还好林姑娘不是敌人，要不然我恐怕不是她的对手。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给别人当狗，那就让你们长长记性。来人，给我拉下去，每人30大板，重重的打，打完直接发卖出府。飞羽妹妹，听说你院子里刚才发落了几个刁奴，你莫要为了他们伤神。这是我特意给你种的海棠。种海棠？怎么是想让我以后也学原主，提着花鸟在这哭哭啼啼的葬花吗？飞羽妹妹，你不是最喜欢花吗？这贾府早晚要被抄家，这满院子的树到时候一文不值，带又带不走。这狗男人现在撩得欢，原剧本里最后还不是跟薛清瑶成了亲。你这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以后不要再为我费心了，有时间还是多去看看你的薛姐姐吧，毕竟以后你们是要在一起的。小姐，景少爷，老太君那边传话来了。出什么事了？老太君为了考教府里少爷小姐们的学业，特意请了京城名儒云夫子来咱们府里开设学堂，明日要在后花园举办海棠诗会，让云夫子当场考教大家的诗词呢。还说谁若能拔得头筹，就会被云夫子破例收为入门弟子。考教诗词？云老头那个老顽固怎么来了？完了完了，这老屎子诗会我绝不去！飞羽妹妹，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哪受得了在风口里吹风，做什么破诗？咱们装病不去，没人敢逼你。为什么要装病？有人赶着搭戏台子唱大戏，咱们不去当个前排观众，岂不是可惜？是不是你怕了？我饱读诗书，怎么怕他？
明日你就看我如何才压全场。当然了，我觉得飞羽妹妹聪慧过人，定能让云老头刮目相看。剧本里曾提到，云夫子人脉通天，如果真能做他徒弟，或许对于我改变结局有益。翠儿，去东院找大嫂子透个风，就说明天诗会我坐庄，开个盘口，赌一赌这魁首花落谁家。哼，送上门的钱不赚白不赚。开盘口，飞羽妹妹，你带我一个，我压你赢。压我？别闹了，我可是个连毛笔都拿不稳的病弱草包。我要压薛表姐赢。这首诗，这是奴婢花重金从城外一个刚病死的落魄秀才手里买来的绝笔孤本，这世上绝不会有第4个人知道。真是天助我也！林飞玉那个商贾出身的病秧子，从小跟着他爹，只学过看账本打算盘，肚子里的半点墨水不足为惧。明日海棠诗会，我要让他当众出丑，我要把他永远被我踩在脚下。都按照你的意思安排好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有劳大嫂子了。云夫子，今日请您来，一是赏花，二是也请您长长眼，看看府里这些泼猴们近日的学业有没有长进。老太君客气了，既然今日恰逢海棠盛开，不如就以这海棠为题，不知哪位公子姑娘愿意先拔个头筹？自然是平时最清闲的人先来，不如林表妹先请，让我们也开开眼。这就开始了。你胡说什么？飞羽妹妹身子那么弱，平时吹个风都要咳半天，哪有精力去想那些酸诗？你这么能说，要不你先做一首。哥哥，你又偏心。我不作，但我知道薛姐姐肯定早就成竹在胸了，是不是啊，薛姐姐？是啊，青瑶这孩子自幼熟读诗书，最是个有才情的。夫子，不如就让青瑶先起个头，全当抛班引玉了。那便请薛姑娘展示一二，老朽洗耳恭听。姐姐莫急，妹妹昨夜梦中偶得一首海棠诗，正巧想先请夫子指点一二。既然妹妹有了兴致，自然是妹妹先请。半卷相连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离水3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好一个偷来离睡3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此句绝佳，立意奇绝。好，好，好！怎么可能？这明明是我花重金买来的孤本，怎么会从他嘴里？难道那死秀才一稿多卖？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薛姐姐，你快把你的绝句念出来，好好压压她的威风，让她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才女。是啊，青瑶，快让云夫子听听你的大作。我的诗，姐姐怎么不念了？莫不是姐姐精心准备的诗，刚好和妹妹梦里梦到的一模一样？哟，薛大才女这是怎么了？是今天这海棠花开得不够娇艳，不合您的胃口，连句词儿都赏不出来了。妹妹，这诗是你抄袭的，肯定是你花钱买来糊弄老太君、糊弄云夫子的。胡说八道！你敢往我飞羽妹妹身上泼脏水？表姐这话说的好生奇怪，那你倒是说说，我买的谁的诗？表姐又是从何处得知？我也是听下人们嚼舌根说的，是外院采买的婆子偷偷议论，说城外有个病死的落魄秀才，留了些诗稿，被人高价买走了。薛姑娘，这府里的下人都是我王凤娘在管，外院的采买婆子连二门都进不来，怎么就能隔着几道墙把闲话传到你的客院里？大嫂子莫急，敢问表姐是哪个婆子，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
我记不清了，当时只是偶然路过听了一嘴，我怎么会记得那些婆子的名字？偶然路过，那姐姐怎么就断定是妹妹刚才诵读的那一首？那是因为，更何况贾府上下谁人不知我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病秧子？自打进了府以后，我连这贾府的大门都没踏出去过半步，我又如何去城外找一个素不相识的病死秀才买下这孤本？表姐，该不会你压根儿不会作诗，是你安排人去买旁人的诗吧？我真是气糊涂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妹妹若真有本事，定能再做一首诗吧。飞羽，你若真有本事，真有这份才学，那就当着云夫子的面再做一首。你若是做不出来，那你薛姐姐说的也未必有假。母亲，莫要糊涂。大舅母这话有理，再做几首都可以。不过，表姐这才女之名也是货真价实，那不如就请表姐先当着云夫子和老太君的面，以这满园海棠为题，当场赋诗一首，如何？别说一首，就是3首5首，薛姐姐也做得出来。表姐若是做得好，妹妹我立刻当众下跪，给你磕头赔罪。青瑶，你快做一首，让云夫子鉴赏鉴赏。姨妈，我今日头疼欲裂，思绪不宁，实在做不出。哎呦，我的老天爷！薛姑娘怎么能一句都憋不出来呀？我可是把大半年的月钱都押了她赢啊！完了！薛姑娘要是输了，咱们的嫁妆底子岂不是全都要打水漂了？亏咱们平时还夸薛姑娘才女，这不是坑我们吗？不行，我绝不能在这里认输，否则我薛清瑶这辈子都别想在京城贵女圈抬起头了。还好我早有准备，方才确实是头疼，但既然姨妈和各位都想听，清瑶便献丑了。春风拂院吐芳蕊，红粉娇姿弄影垂。莫道无香情更泄，留将春色在空闺。好，林姐姐果然厉害。林飞羽，你还有没有礼数？竟然打断别人作诗！平色工整，词藻清丽，尤其是最后一句，颇有几分深闺女子的幽婉之气。表姐，妹妹才疏学浅，刚才一时兴起，打扰了姐姐的雅兴，还请姐姐继续。完了，我若是现在拆穿她，说这首诗是我的，那刚才买诗的嫌疑就再也洗不清了。可我哪里还会别的诗啊？青瑶定是被你这个没规矩的丫头给气着了，乱了思绪。青瑶，你莫理她，重新做一首更好的，压压她的狂气。是啊，薛姐姐，你可是咱们京城大名鼎鼎的才女，作诗不是张口就来吗？怎么还结巴了？姨妈，我头疼欲裂，实在做不出。哎呦，我的老天爷！薛姑娘怎么真的一句都憋不出来呀？我的银子啊！做不出？我看表姐是江郎才尽了吧？狂妄！能做2首诗又如何？今日云夫子在次，轮不到你大放厥词。大舅母别急啊，既然云夫子和各位姐妹都在，今日我诗兴大发，一首怎么够？今天我就要让表姐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咏海棠。东风袅袅泛重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花亦是人，人亦是花，爱花至极致，方能生出此等痴想。哈哈，妙啊！老朽苦读圣贤书50载，自诩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可今日在这诗句面前，方知何为坐井观天。此诗出，大景朝100年内，无人再敢写海棠。飞妹妹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才女。
怎么就压了薛清瑶？这下连买头绳的钱都没了。哎呦喂，看来今儿个是老天爷赏饭吃，整个贾府除了我和景行，全压了薛姑娘。如今高低已现，各位的银子我就收着啦。林姑娘，老朽虽在京城博有才名，今日老朽冒昧，愿收姑娘为入室弟子，继承清流一派衣冠，不知姑娘可嫌弃老朽愚钝？云夫子的徒弟，地位等同于天子门生，没想到竟便宜了这个病秧子。夫子言重了，能得夫子教诲，是飞羽三生有幸。徒儿林飞羽拜见师傅。哈哈哈哈！好，好，好！老朽今日不仅赏了绝世的海棠，还收了如此精才绝倩的家徒，真乃人生一大快事。好啊，这可是咱们贾府天大的荣耀。飞羽丫头，昨日拜师大典已成，但老朽门下从不留无用之辈。这3箱乃是京城商会过去3年积压的陈年死账，其错综复杂，户部的老算盘来查，也得焦头烂额。为师限你3日之内将其全部理清，你可愿意？云老啊，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这些账目如一团乱麻，3年积压，她一个身归病弱丫头，别说3日，就是3个月，也绝无可能看懂啊！是啊，这丫头虽会作诗，但这算账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呦，我当表妹在这大儒的书房里，正学着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呢？怎么，原来是在拨弄这些浑身同性味的破账本啊！云夫子，你也是太高看我这表妹了。您让她看这些商会大账，岂不是对牛弹琴，白白辱没了您的门楣？薛姑娘，你凭什么这般羞辱我家小姐？表姐若是闲得发慌，大可去顺天府门口挂个牌子卖唱。毕竟你在这儿乱吠，除了喷点恶臭的口水，毫无价值。你个贱人，竟敢骂我是狗！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病秧子村妇，3日后怎么被云夫子扫地出门。半个时辰足矣。半个时辰，林飞羽，你是疯了吧？你要是半个时辰能理清，我薛清瑶今天就把这些发霉的账本生吞下去。翠儿，去给我找2张最大的宣纸来，铺在桌上，再给我拿几根烧透的炭笔。是，小姐。在现代金融的复式记账法面前，所有的烂账都得给我现原形，有借必有赖，借贷必相等。装神弄鬼，连算盘都不打，在纸上画几个破框框就能算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功告成，师傅，账已厘清，商会这3年的流水、进出盈亏、资金去向，全在这2张表上，一目了然。这怎么可能？进项与出项竟然能如此互相印证，丝毫不差，连1文钱的去向都清清楚楚。奇才，这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呀！这借贷双计的制衡之法，老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可能，肯定是他为了充面子胡乱画的符咒。是不是胡画的？查查这3笔账就知道了。表面上看商会连年盈利，但在这复式记账法之下，掩盖的巨额亏空根本无所遁形。去年10月借用修缮之名，实则亏空15万两；今年4月、2月平白蒸发20万两。这根本不是算不清的烂账，而是有人在恶意做假账，中饱私囊。好一个瞒天过海的障眼法！哈哈哈哈哈！飞羽，你这哪里是算账，你这简直是治国理财的神技呀！
林姑娘大才，今日真是让我等如井底之蛙，大开眼界。你是准备清蒸这3大箱账本，还是红烧啊？需不需要妹妹去厨房给你拿点油盐酱醋？你给我等着！薛清瑶这就受不了了，这才哪儿到哪儿？他一个商贾出身的病秧子，凭什么踩在我头上当云夫子的徒弟？我薛清瑶苦心经营的名声全毁了，全毁了！清瑶，你别急，这小贱人如今有了云夫子做靠山，咱们确实不能轻易动她。若是她未婚失贞，亦或者在外头遇到了流寇，意外横死呢？你什么意思？每逢初一，老太君定会安排女眷去城外寒山寺上香还愿。姨妈，等她成了一具残花败柳的尸体，林家那几百万两的家产，依旧是您的，整整3000两。薛清瑶这个大善人，不仅送人头，还附赠我这么多金币，真是太客气了。有了这笔钱，咱们的首富大计马上就能落地了。飞羽妹妹，你刚才在后花园念诗的样子，简直像个下凡的仙子，你都没看见？薛表姐气得嘴都歪了。你看我今日表现这么好，有没有奖励？行了，今天能赢，也有你一份压注的功劳，多谢，请回吧。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要撵我走？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你没做错，但我现在一心只想搞钱做首富。飞羽妹妹，我的心意你还不知道吗？我喜欢你，我要娶你。你要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只要你说，我改还不行吗？喜欢我？喜欢能当饭吃吗？谈感情太伤钱了。我是要改变原主必死结局，然后回到现代的。你跟我在这演什么琼瑶剧？当我数钱了，知道不？你不是我理想的夫君的类型。我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翠儿，你快告诉我，你家小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家小姐喜欢什么样的奴婢，怎么会知道？好，翠儿，你就帮我仔细想想，只要你肯透个底，以后少爷我绝亏待不了你。景少爷，小姐具体喜欢什么样的，奴婢确实不知道，但奴婢听说。小姐，刚才在门口，景少爷魂不守舍地拉着奴婢，非问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还塞了这锭银子封考。哦，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奴婢说，小姐现在一心只想做首富，最讨厌游手好闲的，自然是喜欢那种能伺候人、懂情趣的勾栏样式。小姐，你没事吧？是不是病情又加重了？快来人，叫大夫！我没事，这段时间我自己暗中调理，这身体早就好的差不多了。这死丫头怎么什么都敢说？咱们的首富大计该起盘了。这个杀千刀的竟然又在外面欠了500两的高利贷，如今还敢打老娘嫁妆的主意，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大嫂子，可曾想过咱们女人自己建一家金山？飞羽，你又有什么好主意？我要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一家钱庄，你出人脉做掌柜，我出本金做东家，咱们5-5分账。大嫂子，敢不敢跟我干这一票？有何不敢？景少爷，现在的女人，尤其是像说的那位林姑娘那样有主见的女人，最受不了的是男人的反差感，要狂野，要邪魅，要欲擒故纵。到底怎么个狂野法？记住3字真言：露、咬、邪。领口得敞开，露出您结实的胸肌，嘴里得咬着点东西，比如红玫瑰。怎么样，小爷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极其狂野，极其懂情趣？绝了！景少爷这身段，这眼神，简直是勾魂夺魄。林姑娘一定会对您百依百顺。好，小爷我这就去惊艳她。
女人，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我缺点你。景少爷，您怎么衣衫不整的？贾景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大白天发什么疯？飞羽妹妹，你别装了，我知道你喜欢狂野的，懂情趣的。小爷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特别惊艳？我让你狂野，让你邪魅，勾栏做派，辣死姑奶奶的眼睛了！赶紧滚回去，把衣服穿好。万花楼的老鸨，明明说你们女人就吃这一套。这地主家的傻儿子真是没救了。算了，离贾府超毛的时间不到1年，搞钱要紧。翠儿，大嫂子那边铺面盘下来没有？盘下来了。大少奶奶办事雷厉风行，直接拿下了京城最繁华地段的一处3层铺面，连夜让人拆了，重新装潢，牌匾都找京城最好的工匠定做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大嫂子不会让我失望。你怎么还在这儿？赶紧滚回去穿好衣服。明日便是初一，按照咱们府里的规矩，女眷们都要去城外的寒山寺上香还愿。母亲说的是，尤其是飞羽这丫头，刚大病初愈，更该去佛祖面前去身上的晦气。寒山寺的菩萨最是灵验，你随我们同去，顺便也在山里散散心，去晦气。我看你们俩才是最大的晦气，这俩 NPC 又在憋什么坏水？既然外祖母和舅娘都这么说，自然是要去的，只盼别拖了大家的后腿。怎么会呢？姨妈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们。姑娘出手真是阔绰，想让兄弟们怎么办事？寒山寺客房事成之后，另有赏赐。这小模样长得真水灵，姑娘放心，兄弟们保证把她伺候得服服帖帖。等等我，我也要去。景行，你发什么疯？这是女眷去寒山寺上香，府里有规矩，男丁不得随行。你快跟我回去！是啊，表弟，佛门正地，你一个外男跟着，恐扰了菩萨清净，也不合规矩啊。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去寒山寺，山高路远，要是半路遇到山匪流寇怎么办？谁来保护我飞羽妹妹？青天白日的，哪儿来的山匪？老太君，您快管管他！这个混世苗王非要跟着，万一坏了我的好事怎么办？罢了罢了，就让他跟着，不去佛堂就好，别误了时辰。看来我家景少爷对飞羽妹妹一片真情，一时一刻都不愿意和你分开呢。大嫂子，你怎么也跟着旁人取笑我？这地主家的傻儿子，有时候还真有点让人感动。阿弥陀佛，老太君一路劳顿，大殿已清扫干净，随时可以礼佛。佛门清净地，你一个哥们儿混在女眷堆里，成何体统？
去院外那棵菩提树下等着，没叫你不许进来。祖母，我这才刚进来，快去！飞羽妹妹，有事大声喊我啊！我就在外面，随叫随到。师太，今日除了上香还愿，老身还有一桩心愿，想劳烦师太帮我这不省心的孙儿算算姻缘。老太君，景行少爷的红鸾星已然大动，师太快说说，是怎样的人家？此女与景行少爷八字极合，命格带木，犹如水畔幽兰。虽看着像是体弱多病的娇花，实则内里坚韧，贵气逼人，有旺家旺夫之大吉大运。好，好，好！娇花虽弱，只要在这府里精心娇养着，定能开出满堂富贵。师太算得准，算得极准啊！这老尼姑还坚持月老呢，算姻缘就算姻缘，别搞我啊！我只想掏空贾府做首富，逆天改命。谁要接盘贾景行那个二哈？师太，您是不是看差了？景行可是咱们贾府唯一的独苗，哪能配一个病病歪歪、随时会断气的媳妇儿？闭嘴！佛门清净地，菩萨的话你也不信了？师太，您再仔细瞧瞧，我们青瑶可是皇商之女，以前可是有高僧亲自批过命的。且身体硬朗，好生养，岂不比什么病弱娇花强上100倍？姨妈，佛前不可胡言，婚姻大事自然凭老太君做主，青瑶不敢有非分之想。大舅母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贾府是在牲口棚里挑老母猪呢，竟还当着菩萨的面论起什么好生养来了。你这个粗鄙无礼的丫头，你竟然敢骂青瑶是猪！大舅母别急着对号入座呀。薛表姐既然是财大气粗的皇商之女，怎么最近连身边丫鬟的月钱都克扣了，头上戴的赤金簪子也换成鎏金的了？莫不是薛家外强中干，早已是个空壳子？老太君明鉴，青瑶万万没有这个心思啊！飞羽妹妹这般羞辱我，青瑶不如一头撞死在佛像前清白。老太君，飞羽这丫头不仅不敬长辈，还这般折乃亲戚，您可得给青瑶做主啊！谁敢动我飞羽妹妹？哭什么哭？我飞羽妹妹哪句话说错了？薛表姐要是真那么好生养，干脆去庄子上找个同样身体硬朗的庄稼汉，保证3年抱俩，下地干活还不喘气。我这辈子非飞羽妹妹不娶。林飞羽，今日之辱，我定要你10倍、100倍的还回来！谁让你进来的？你不仅大呼小叫的闯进来，还当着菩萨的面满嘴混话，成何体统？景行少爷也是护妹心亲，并非有意惊扰菩萨。祖母，规矩再大，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飞羽妹妹被人合伙欺负。还敢放肆！老太君息怒，今日大家车马劳顿，不如先移步后院禅房歇息片刻，用些素斋平复一下心情，还嫌不够丢人吗？母亲息怒，儿媳知道了。都散了，去后院客房。你听到师太怎么说了吗？我们俩可是天定良缘。天底下病弱的女子又不止我一个，这二哈当个清道夫还挺好用。我怎么才能让妹妹喜欢上我？这客房的熏香怎么这么呛人啊？真没见识，这可是极品沉香。极品沉香，这分明是劣质的催情迷香，这手段真是又蠢又毒。那就陪你们玩玩。啊，我头好晕，果然是个病秧子。
这屋里的香料下得够足啊！一会儿动作麻利点，我先来。小美人儿，哥哥来好好疼你。人呢？翠儿，闭气，把香炉里的香料先熄灭，晚会儿再点燃。既然他们想看好戏，咱们就让他们看。小美人儿，你别跑啊！快！我刚才就是听到飞羽妹妹这屋里有男人的粗喘声，妹妹可千万别出事啊！林飞羽这个不要脸的，竟然敢在佛门种地，撕毁奸夫！今天必须把这伤风败俗的荡妇抓出来进猪笼！人呢？那两个男人呢？不可能，薛姐姐明明看到两个人进来的。大舅母、表姐，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怎么都跑到我的房间里来了？飞羽妹妹，我就知道一定能逢凶化吉。你去哪里了？回老太君，房里那极品沉香太冲，熏得我心慌，我便去了师太的佛堂请教经书，刚好碰见师太在诵经。阿弥陀佛，老太君，林姑娘确实在老泥处，已论到半个多时辰了。你一定是早就串通好了师太。阿弥陀佛，休要胡言！表姐这话说的好笑，你说我可以，怎么还污蔑上了师太？倒是大舅母和表姐，这大半夜带人强闯我的客房，究竟为何？祖母，看来是有人要故意给帝妃妹妹泼脏水。回房去，以后谁再敢在佛门种地闹腾，一律家法伺候。妹妹早点休息。该死，这两个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老太君慢走，大舅母慢走。薛清瑶，跟我斗智斗勇，可惜你低估了大嫂子的狠辣。今晚祝你 good luck。既然薛清瑶这么想看好戏，那就别让她失望，把这两个货色原封不动的给我扔进薛大小姐的被窝里去。属下明白了。珍珠，死哪儿去了？灯也不点。林飞羽，你给我等着！贾景行必须是我的，无论如何，我定要让你滚出贾府！这娘们怎么没动静了？不会死吧？管那么多干嘛？不想死，赶紧撤！姑娘，您这是怎么了？闭嘴！把这被褥全部换掉。若是敢对外泄露一个字，我就把你碎尸万段，让你全家跟你一起上路。听明白了吗？奴婢明白，奴婢一定把嘴闭得死死的。今日怎么不见青瑶那丫头？平日里她最是个爱凑热闹的。母亲，青瑶怕是还在睡着呢。半夜嚷嚷着捉奸，怕不是累坏了吧？老太君，女孩子家的偶尔有个身体不适也属正常，您就别操心了。大嫂子说的是，这寒山寺的床褥虽硬，若是折腾的狠了，确实容易起不来身。那可不，不像飞羽妹妹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会儿精神正好。探月这丫头轻易不开口，听着怎么像是话里有话。今日我们就要回去了，青瑶丫头毕竟是贾府的亲戚，一会儿你去看看，我们也好放心。是，母亲。青瑶，大家都在游园，你怎么不来？脸色怎么白成这样？啊，姨妈，青瑶没事，只是昨夜睡得不好，有些梦魇。这是怎么回事？这脖子上红红紫紫的，像是伤口。昨夜回房，不知怎的招惹了山里的毒虫，那虫子毒性太烈，咬得我全身发痒，我实在忍不住，才抓成了这样。原来是这样，这破庙里的东西就是脏，快收拾收拾。老太云要启程了，别让那个病秧子看笑话。放心吧，姨妈，我这就收拾。林菲菲，让我受此奇耻大辱，我若不将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那两个山匪的尸首已经处理干净了，绝不会有人查到咱们头上。
那2个恶人死有余烛，薛清瑶接下来必有疯狂的反扑。那咱们他越是疯狂，破绽就越多。接下来就等着看他怎么一步步把薛家最后的家产都亲手送进我们的口袋里。不知道朝廷那里有没有新的情况，回去要先去拜访师傅一趟。还得是飞羽妹妹，这才是开始。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成为首富的。这剧本的结局，我改定了。边关急需战马与玄铁打造兵器，可这3个月来，市面上的生铁价格足足翻了5倍，户部拨下去的银子连个铁渣子都买不到，国库本就空虚。那生铁和战马只要一出京城的转运站，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这分明是有人在联手做局。查，动用大理寺锦衣卫去查，几10万斤的生铁，难道还能插上翅膀飞出大景朝的国界不成？若是再断了边关的军需，敌军一旦扣关，咱们大景朝就要生灵涂炭了。实体暴涨，凭空消失，一群老学究只盯着铁看，当然找不到贼。大人，几10万斤生铁确实不会飞，但若是顺着铁的轮子去找，永远也抓不到贼。放肆！军国大事，岂是你一个奉茶的丫头可以随便插嘴的？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轮子不轮子？还不快滚出去！大人们确实饱读诗书，但在查账和找东西这方面，你们的眼光太窄了。飞羽，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门道？但说无妨。查走私不能只盯着走私品本身。各位大人请看，这是京城周边近3个月的粮草调度批次。我查过账本，冀州、滨州2地的商行都会有大批量的陈化粮以极低的价格被神秘买家清空。你的意思是，有人在用这些粮草喂养运输石铁的骡马？没错，不仅如此，生体市价突然暴涨的州府连线，那几笔虚假亏空资金最终流向的钱庄据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三者在正常情况下应当是平行的。但如果有人在做局，这3条线必然会在一个极其隐蔽的节点产生交汇。这个交汇点是雁门关外的3不管地带。这条商路除了薛家的商队，任何关卡都不敢私自放行，这是在暗中给关外的敌国输送战略物资。他们这是要造反呐！主子，您要查的那条线有结果了。好大的胆子，简直是丧心病狂！皇上薛家，他们这是在通敌叛国。果然，上一世抄家就是被薛家连累。你立刻出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兵部尚书，切记，此事绝不可走漏半点风声，否则京城必将掀起腥风血雨。属下遵命。飞羽，你听着。师傅，徒儿在。你虽然聪明绝顶，但在这皇权倾轧的谋反大案面前，你的那些聪明根本不堪一击。一旦圣上降罪，贾府上下几百口人全都要人头流县。师傅，从今天起，你必须立刻想尽一切办法，与贾府与薛家彻底划清界限。听懂了吗？多谢师傅提点救命之恩，徒儿定当早做决断。划清界限？不仅要划清界限，我还要在圣旨下达之前，把他们的骨髓都抽干。这是一场和死神赛跑的游戏，皇帝的屠刀悬在半空，随时都会落下。我必须加快做空贾府的步伐。哟，这不是咱们名满京城的才女表妹吗？怎么去给云夫子端茶倒水回来了？瞧你这行色匆匆的，莫不是算账算得头晕了？就是，我家姑娘这头上的红宝石步摇，可是西域新进贡的极品，价值连城。表小姐就算是算一辈子的账，怕是也买不起这1颗珠子呢。价值连城，表姐，有些东西戴在头上是荣耀，戴在脖子上，可就是催命的枷锁了。林飞羽，你又在这里诅咒谁呢？你这贱嘴里吐不出半句好话。我只是好心提醒表姐，这泼天的富贵，你最好多看2眼。毕竟人要是没了，金山银山也只能带进棺材里。你胡说八道什么？小姐，您回来了。云夫子那边，翠儿，关门。
通知大嫂子，计划提前。提前？小姐，咱们的资金盘子还没完全布好啊，没时间了。屠刀已经架在了薛家和贾父的脖子上，随时会落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咱们聚宝钱庄利息比别家高出1成，存钱即送好礼。利息高出1成，真的假的？小爷我亲自在这宣传，你还不信？我存，先给我存5000两。景少爷都在这么说了，我觉得靠谱。而且我听说这林姑娘可是江南首富，我这有5000两，就存到你们聚宝钱庄。我这有1万两，我也存。这病秧子还真有本事，居然把全城的钱都吸过来了。姑娘，这钱庄势头太猛，若是再任由他折腾，你的风头可要被他压下去了。让他先得意，比市面高出1层的利息，如果没有其他盈利的支撑，他这钱存的越多，后面亏的就越惨。我们薛氏自然要助他一臂之力。姐姐，请了你那么多回，你可算来了。妹妹，青瑶在你这里的这些时日，叨扰了。姐姐说的哪里话？这也是为了2个孩子能多联络感情，也好方便日后大婚。那是自然，我可是给贵妃娘娘递了折子，这回咱们可是带着皇恩来的。薛姨妈好。好孩子，1年不见，兰儿现在都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看来薛家是动了皇家的关系，给贾景行和薛清瑶赐婚来了。剧本中女主就是从此一蹶不振，可惜这一次我不会让你们得逞。林飞宇，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在权力面前，你那点钱连提鞋都不配。哟，这就是表姑娘吧？瞧这小脸白的，身子可好些了。劳烦薛夫人挂念，我很好。表姑娘，你年纪也不小了，身子又这般娇弱，若是一直寄居在这贾府，没个名分，传出去多难听。我家智儿如今也该婚配了。姐姐思虑周全，智儿虽有几房妾室，但至今未有个名正言顺的正房。我哥虽然没什么大才，但胜在老实听话。你一个孤女能嫁入我薛家，也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姨妈，表哥一表人才，能看上飞羽表妹。薛大公子要娶正妻，那表姐可要仔细看好，毕竟薛家娶进门的媳妇得清白才行，有蚊虫叮咬的可不行。你这话什么意思？表姐，寒山寺那日的蚊虫叮咬，真的全忘记了？你胡说什么？我不过是关心表姐的身体，毕竟心若是脏了，那就无药可救了。这个贱人，果然那晚全是他的设计。姨妈，请慎言，飞羽妹妹绝对不可能嫁给薛表哥这个不学无术的好色之徒。景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的亲表哥？快给姨妈赔礼！妹妹，无妨。既然景行不愿意，那这婚事我们薛家怕是要慎重的考虑考虑了。母亲，老太君还在大厅等我们呢，此事稍后再议。我告诉你，我贾景行这辈子只认飞羽妹妹一人，谁都不要再打联姻的主意。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贾府独孙贾景行，品貌出众，薛家女青瑶，端庄贤淑，特赐婚配，择日完婚，钦此。贾公子好福气，接旨吧。我不接，我贾景行要娶的是谁，我心里有数。这旨我不接。
你疯了！这是抗旨！你想让贾府上下几百口人陪你一起死吗？死就死，反正我绝不娶她。表弟，我究竟哪里做的不好，让你如此厌恶？老身接旨谢恩。劳烦公公了。那咱家就回去交差了。既然圣旨一下，那这婚事便定下，莫要出了岔子。来人，把少爷拖去祠堂等我。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娶薛清瑶。贾景行大婚之后就是贾府抄家的时候，也是我的死局。为什么剧情一点没有改变？看来我必须加快进度，离开这里。除了飞羽妹妹，我谁都不娶。你这是要拉着全家去死！你们知道贾家如今外强中干，便想着吞林家的家产，如今又要为了那点蝇头小利，逼着我娶薛清瑶。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是贾府嫡孙，生来就是要为家族铺路的，这辈子你没得选。哪怕被打死，我也绝不会在婚书上签字。如今圣旨已下，你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少夫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名正言顺，竟然为了那个病秧子，宁可被打死，也绝不娶我。我薛清瑶堂堂皇商嫡女，论相貌论家世，哪一点比不上那个林飞羽？她凭什么这么折辱我？糊涂！你跟一个将死之人争什么长短？男人一时被狐妹子迷了心窍算什么？只要你凤冠纱帔嫁过来，这贾府的荣华富贵都是你的。贾景行，你越是护着他，我就越要让他生不如死。圣旨在手，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珍珠，去把我新打的那套赤金红宝人头面，还有那件大红色的百鸟朝凤锦缎拿出来。姑娘，您这是要……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贾府未来的女主人到底是谁。不，我不接旨，除了飞羽妹妹。我的乖孙儿啊，你别吓祖母啊！我让你好好的跟他说，为什么要把他打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舍得下狠手？大夫说这是急火攻心。祖母，取消婚事，求您取消婚事，否则景行今日就撞死在这床头上！拦住他！拦住他！快拦住他！祖母依你，全都依你。婚事作废了，你好好养伤，只要你不愿意，谁也逼不了你。真的吗？那我可以娶飞羽妹妹了。你要好好的把药喝了，养好病才能娶你飞羽妹妹。太好了，飞羽妹妹。母亲，现在的侯府没有任何实权，我们拿什么让皇上改变圣旨呢？传我的话下去，全府上下统统闭嘴。等景儿醒了，就跟他说薛家的赐婚已经撤回了，谁敢说漏半个字，我活扒了他的皮。母亲，这可是欺君罔上啊！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先保住我孙儿的命。小姐，奴婢刚从前院打听到了，景少爷的病的好像挺严重的。贾景行，你竟真的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小姐，景少爷对您可是实打实的真心啊，您不去看看他吗？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去告诉凤姐姐，聚宝钱庄的利息再提半成，我要让薛清瑶把薛家的钱迫不及待的投进来。贾景行的深情还真是让人有点招架不住，怪不得原主为他泪尽而亡，
可惜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飞羽妹妹，别怕，我保护你。你保护不了我，能保护我的只有我手里的金子。贾景行，一个连命运都不能握在手里的男人，我林飞羽看不上。祖母，赐婚的圣旨真的撤了吗？你没有骗我。撤了，撤了。祖母哪怕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你受委屈。那薛家的婚事作废了。那我要去见飞羽妹妹，我要告诉她，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了。你这病刚好，经不起折腾。飞羽丫头好着呢，等你养好了伤，再去见她也不迟。这傻小子，满府上下合伙撒下这弥天大谎。若是哪天他发现圣旨根本没撤，该有多崩溃！景行的玉佩可有修复好？回老太君找了京城最擅长玉石修复的工匠，这几日便能修好。之前有个云游的道士说这玉佩是景行的命根子，只当他是说胡话。可如今景行大病一场，不得不信啊。老太君放心，明日我便亲自去看看修复的如何了。丫头，你如此心神不宁，莫非是在为贾家那小子的赐婚圣旨发愁？师父明鉴，蓉儿原以为只要手握万贯家财，便能在这深宅大院里立于不败之地。可如今一道圣旨压下来，我才知道什么是力不从心。那你可曾想过，薛家为何非要联姻，又为何将薛清瑶寄居贾府多年？师父的意思是，他们也是外强中干。商贾之流最怕的是什么？你若想破这死局，也并非无可能。请师父指点迷津。釜底抽薪。看来朝堂上也有了异动，否则师父也不会说出这番话。想单凭宅斗活下去根本不够，要想逆天改命，必须自己做操盘手。徒儿明白了，多谢师父提醒。飞羽妹妹，你终于肯见我了。你放心，那圣旨已经撤了，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分开了。你真的信了？什么意思？祖母当着全府的面说的，怎么会有假？那是圣旨，你觉得会任由贾姑一句话就撤回赐婚？祖母不会骗我的，大不了我带着你私奔，咱们远走高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抗旨潜逃那是诛九族的大罪。除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你什么都护不住。贾景行，你除了用这条命去赌去闹，你还有什么筹码？飞羽妹妹，我为了你，我连死都不怕。真心连1文钱都不值。我林飞约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带着我亡命天涯的逃犯，而是一个能手握全局、执掌生杀的强者。景行，你好好养伤吧，以后别再说这些疯话了。斩断羁绊，方能所向披靡。我只希望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逆天改命。好大胆的家丁，大白天的在这行淫乱之事，看我不拔了你的皮！爷，您偷偷拿了大奶奶的嫁妆铺子给我赎身，如今我又怀有您的骨肉，这事儿要是让大奶奶知道了，还不得剥了我的皮呀？她敢！嫁进来3年无所出，我不休她已经是仁慈。等我把她手里私库的钥匙全骗过来，我就在她的安神汤里下点药，对外就说她操劳过度，暴毙身亡。大爷可别诓我！贾仁，你个杀千刀的畜生！我为了你当牛做马，你竟想杀我夺财！好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拿我的嫁妆养狐狸精，还要下毒害我！大爷，大奶奶好凶啊！我们的孩子好怕啊！既然你都听到了，老子也不装了。下蛋的母鸡，老子早就受够你这副当家主母的臭架子了。竟然为了一个长气打我！再敢撒泼，
现在就杀了你！你若识相，就乖乖把剩下的司库钥匙交出来。而且我今晚就要娶莲儿入门，你若敢捣乱，老子今晚就弄死你！大少奶奶，你怎么弄成这样？看来凤姐姐已经知道假人的事情了。这个杀千刀的畜生，我恨不得现在就拿刀去劈了他！为了一个人渣搭上自己，不值当，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最后反而便宜了那对狗男女。飞为，那我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咽下这口恶气？咽？当然不咽。他不是想要你的司库钥匙吗？给他，不过要给一串假钥匙。假人，既然你忘恩负义，那我就让你倾家荡产。你来做什么？赶紧出去！大爷说的是我以前太强势了，这是我陪嫁司库的钥匙，以后全凭大爷做主。哈哈哈哈！算你识相，早这样不就没事了？大奶奶真是个明白人。那我不打扰大爷了。来！贾大爷真是豪气冲天，贾家家大业大，贾大爷就是财神爷转世啊！那是自然，小爷我最不缺的就是钱。贾爷，您今晚手气差了点，欠的5000两是拿现银还是拿地契抵啊？爷，您不会是带的钱不够吧？谁说我没钱？拿纸笔来！我拿王凤飞名下的3间旺铺和2处城外庄子做抵押，再给我拿5万两来！大爷，假的！你要是根本打不开库房的锁眼。说什么？这个毒妇竟敢骗我！贾大爷，好威风啊！你在我们俊宝钱庄抵押借走的10万两高利贷，连本带息，今天是不是该清算了？贾大爷，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明天日落之前，连本带息要是拿不出钱来填这窟窿，我就先剁了你的手，再要你2条腿。大爷，这可怎么办啊？那司库的钥匙是假的，咱们拿什么还给钱庄？他们真的会杀人的！王凤金那个贱人敢耍我，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必须弄到钱。公库，对，公库里有御赐的玉如意。大爷，偷御赐之物可是死罪啊！管不了那么多了。哈哈，找到了！祖母，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竟然敢把主意打到御赐之物上！你是想让我们贾家满门抄斩，给你陪葬吗？老太君，我就说今晚怎么眼皮子直跳，原来是出了家贼，连祖宗的基业都要偷出去变卖了。大表哥这也是被钱庄的人逼急了，毕竟5万两高利贷，换做谁都要狗急跳墙的。高利贷？你竟然还在外面借了高利贷！你爷上！血，我的儿子！祖母，我虽不是您的嫡孙，可我也是贾家的血脉，您就看在我死去的父母的份上，快救救他肚子里的孩子呀！还愣着干什么？这可是贾家的血脉，快把他抬回偏院去请郎中来。是，我这就去。李郎中，我儿子怎么样了？能不能保住？老太君，这位姑娘根本就没有喜脉啊！你说什么胡话？她怎么可能没怀孕？贾大爷，老朽行医数10年，绝不会看走眼。这位姑娘是服用了一种极其伤身的偏方假孕药，强行制造了停经和腹部微隆的假象。这位姑娘近日过度贪欢，纵欲无度，
身子有点虚，刚才又受了重击惊吓，气血翻涌，这才导致闭塞的癸水猛烈发作，造成了血崩的假象。贱人，竟然敢拿个假肚子骗我！大爷，我若是不用假孕的法子，您怎么肯给我赎身啊？大爷，都是因为奴家爱惨了你啊！假人啊假人，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为了一个勾栏里出来的贱人，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野种，甚至想买砒霜药毒杀你的结发妻子！孽障，假犯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老太君，这是他在金玉赌坊签下的5万两高利贷字据。今日我王凤娘要与这畜生和离。不能和离！你走了，那5万两高利贷谁来还？怎么，你借的钱还指望拿我的嫁妆去填？做梦！我娘家也不是吃素的，你如此不仁不义，我不修复已是仁慈。今日必须和离。罢了，假人德行有亏，签和离书吧。王氏的嫁妆允许你1分不少的全带走。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害的，贱人！都给我小心点儿！那对紫檀木的太师椅，还有墙上挂着的真迹，全是我娘家的陪嫁，一件都不许落下。凤娘，我错了。你看在咱们夫妻3年的情分上，别走好不好？你把嫁妆带走了，那5万两的债会逼死我的呀！夫妻情分？你拿着剑要杀我的时候，怎么不念情分？我也是被迷惑了呀。这么多年我怎么对你的？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现在就好好收拾这个贱人，让你心里舒服。只要你能原谅我，我做什么都可以。都是你这个贱人，是你勾引我，是你毁了我的家，老子打死你！大爷饶命啊！凤娘，你看，我把这个狐狸精赶走了，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你别走好不好？假人，你这副狗咬狗的嘴脸，真让人反胃。动作都麻利点儿！这单子上的东西，哪怕是一根线头，一件都不许落下，全给我搬走！大奶奶放心，兄弟们绝不留下1文钱给这群白眼狼。给我拦住这个贱妇！贾府的东西，谁敢带走一件，我今天就打断他的狗腿！睁开你的老眼看清楚，和离书已签。我带走的都是我娘家10里红妆陪嫁过来的私产，怎么，堂堂侯府大房，现在要靠明抢下淘气的嫁妆度日了吗？也不怕全京城笑掉大牙！哎呀，哎呦喂，没天理了！大家快来看呐，这狠毒的丧门星要搬空我们国府啊！大家快看，咱们贾府100年的规矩，妇道人家进了门，生是贾家的人，死是贾家的鬼。哪有妇道人家带走宫中财物的道理？宫中财物？我呸！这3年大房入不敷出，全靠我的嫁妆铺子贴补你们这群吸血鬼。你现在跟我谈规矩？凤娘，怎可如此绝情绝义？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良心？你为了一个外室拿剑指着我要杀我的时候，怎么不谈良心？假人，收起你那副让人作呕的嘴脸。今天这门我出定了。来人呐！这毒妇偷了贾寡的库房钥匙，给我把钥匙抢过来，把那些马车和嫁妆全给我扣下！保护大奶奶！我为这贾府当牛做马3年，最后竟要被这群豺狼生吞活剥，休想！就算死，我也要拉你们垫背！谁敢再动我嫁妆一下，我今天就先剁了他！大不了咱们玉石俱焚！反了，反了！你这毒妇，竟敢在侯府行凶！给我上！乱棍打下他的剑！王凤娘，你疯了！快把剑放下，把钥匙交出来，否则我立刻报官抓你！有种你们就上来试试！我
看谁敢动我凤姐姐！飞羽，凤姐姐，对付这种连狗都不如的畜生，脏了你的手，剩下的交给我。林飞羽，你这不知死活的病秧子，竟敢带着外人强闯侯府！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我这个舅母？就是，这是我们大房的家务事，轮不到你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人插手。带着你的人滚出去！吃绝户吃到明火执仗的地步，你们也够恶心的。小贱蹄子，你胡说什么？这满院子的紫檀家具和古董，明明是我贾府的宫中财物，是这毒妇想卷款私逃，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前年5月，大房公库亏空，贾人私自动用凤姐姐嫁妆铺子的银厘8000两。去年4年，你们借口修缮祖坟，强行吞没凤姐姐陪嫁庄子的田租15000两。这些烂账明明都被做平了，她一个深闺丫头，怎么可能查得这么清楚？这不可能！这3年里，你们大房像吸血虫一样，总共暗中挪用、侵吞王凤娘嫁妆现银53000两。若是算上9出13归的黑市利息，你们贾府现在倒欠凤姐姐整整10万两。假的，这都是你伪造的！现在带着你的人立刻离开，若敢阻拦半步，我保证明日一早，这本账册就会出现在顺天府尹的案台上。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堂堂平阳侯府是怎么干出这等偷偷儿媳嫁妆、丧尽天良的安家勾当！都给我推开！凤姐姐，请到，咱们走。好。堂哥落得这个下场，全是咎由自取。你放心，我贾景行对天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像我堂哥这般狼心狗肺。我若是负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贾景行若是一直不开窍，那他的最终结局还是一死。堂哥的下场与我何干？你的誓言我也受不起。莫非飞羽妹妹还是不信我已经和薛清瑶退婚的事情？真痛快！在贾府这几年，我活得像个套在枷锁里的木偶。飞羽，多亏了你，我王凤娘今天算是重新活过来了。凤姐姐，这杯酒，敬你的果断和自由。干！不过飞远，如今我虽然及时抽离了全部嫁妆，但接下来咱们该作何打算？这贾府是个是非地，你也尽快脱身吧。凤姐姐，我早就打算好了，要去江南。江南？没错，江南水乡，商路通达。接下来的计划，我会将聚宝钱庄的资产暗中转移。凤姐姐，你可愿跟我一起去江南？咱们合伙开辟新的商业帝国，做自由自在的女首富。有何不敢？从今往后，咱们姐妹联手，定能闯出一番天地。对，搞钱最重要。搞钱最重要。女首富，只怕再不走，这京城的风暴就要把你们连皮带骨吞了。师傅，此话怎讲？朝堂上有权臣借皇商薛家之手，暗中输送大批玄铁和马匹至关外敌国，圣上震怒，下令严查，恐怕会危及贾府。通敌卖国？薛家，他们疯了吗？薛家哪里是疯，他们是赌上了一切，在扶持背后的主子篡位，而贾府早已被他们拉下了水，不出3月，大难必至。原来如此，怪不得薛清瑶敢如此横行霸道，这才是贾府抄家的根源。飞羽妹妹，
你怎么来了？你的脸好红，是喝多了吗？真好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信我？我为了你，命都可以不要。在这京城里，谁信得过谁呢？景行，你说你要保护我，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这儿，去一个很远很远，你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你该怎么办？无论你去哪儿，我都和你一起。别闹了，我是个满级玩家，我的词典里从来没有输字。我不管你要做什么，你要我做棋子也好，只要你平平安安。贾景行，我在干嘛啊？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景行表弟，你看我这身嫁衣，可还入得了你的眼？你穿嫁衣跑到我院子里发什么疯？祖母早就把赐婚的圣旨退回去了，滚出去！退回去？贾景行，你还真是个蠢货！我如今已是残花败柳，就算我之前有100个看不上你，如今也没得选。那是皇上的圣旨，老太君拿什么退？不过是何府上下哄骗你罢了。3日之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少夫人。至于你的飞羽妹妹，我可以让她留在房里端茶倒水，做个通房丫头。怪不得飞羽妹妹最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理我。我今天就杀了你，看你还怎么嫁！贾景行，住手！黑飞妹妹，他们骗我，我宁可杀了她再自刎，也绝不娶她。滚！杀了他，你不仅要被满门抄斩，还会连累我。你就是这么保护我的吗？那我能怎么办？我的心里容不下别人。贾景行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就战死，留下他一个独苗，老太君极度溺爱，才把他养成了如今的模样。警告！宿主即将触发原剧本终极死局，贾府抄家倒计时2个月。休眠了这么久，一回来就给我下死亡通灵，系统可不可以告诉我的生存几率有多高？贾景行，我没空看你在这婆婆妈妈的，好自为之。各位街坊，东家有喜，聚宝钱庄今日放出回馈红利，凡是存入1000两以上的，利息翻10倍，仅限今日，过时不候。利息翻倍，我把我家的地契都当了，全存进去。母亲，林飞羽手里攥着的那张江南盐铺的地契，还有他屋里那几箱子的宝贝，只要他断气，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的。老二说的是，他身边除了个翠儿，根本没人护着。只要咱们在大婚当日趁乱让他因病暴毙，就算老太君日后知道是我们做的，碍于家族声誉，也不会深究。我听姐姐的。那我明日便去拿可以让人暴毙的毒药。林恩玉，只有你死了。夫人，姑娘，聚宝钱庄疯了，利息直接翻10倍了，存入1000一个月，利息是100两，全京城的人都排着队送钱呢。翻倍！这泼天的富贵要是错过了，会遭天谴的。这管家权好不容易落到我手上，我定要做出点成绩，让老太君刮目相看。只要我把这钱放进聚宝钱庄，神不知鬼不觉的滚上几圈，生出来的利息全是我自己的私房钱。等赚够了，再把本金还回公库，谁也发现不了。我们薛家还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银，全投进去。咱们不仅要把自己的钱投进去，我还要用皇商的名义再借一笔投进去。到时候赚了钱，说不定贵妃娘娘一高兴，还能许我哥一个官做。你说的对，我这就去筹银子。等我取出银子的时候，就是掏空你和林凤儿的利息之时。飞羽，你真是神了！薛家竟然投了整整100万两，
连贾家那个蠢货也把最后的积蓄都压进来了。人只要起了贪念，就离死不远了。薛清瑶和大舅母这是争着抢着给咱们送盘缠呢。这下贾家和薛家的血算是被咱们抽干了。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要送薛家上断头台了。飞羽，薛家和贾家的现银已经全部被我们聚宝阁抽干了。这些真金白银，云夫子的人会帮我们连夜从水路运往江南。凤姐姐，你可以先跟着车队出城，在江南等我。我办完最后一件大事，立刻脱身。万事小心。薛清瑶，你还真是狗急跳墙，竟然花重金从黑市买来了绝命毒药，想在你大婚之日要我的命，那我便奉陪到底。翠儿，这是一枚能让人陷入假死状态的秘药，服下后36个时辰内，任何人都探不出我的鼻息和脉搏。小姐，这太冒险了，万一出了什么岔子可怎么好？没有万一，咱们在京城的资金已经全部转移。今天我把身家性命和后续的计划全托付给你，你务必要带着我的棺木回江南。小姐放心，翠儿就算豁出这条命，也绝不让任何人伤您分毫，定带您平安离府。傻翠儿，别哭了，我们马上就要获得自由了，应该高兴才是。翠儿看到小姐身体康复，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以后翠儿定当一辈子追随小姐，一辈子。翠儿，你去看看贾景行在做什么，这些日子都不曾见他，就知道小姐嘴硬心软，明明心里最在意景少爷。我这就去。放我出去！我不娶，我要见祖母。景儿，那是皇上的赐婚圣旨，你闹够了没有？先把这碗安神汤喝了，养养精神，别耽误了3日后的大婚。母亲，你骗我，说圣旨已经退了，全府上下都在骗我。我今日就算死，也绝不和薛清瑶拜堂。你给我喝了什么？赶紧扶少爷去休息。3日后，就算他是个不能说话的木头人，也得给我架到喜堂上去，把天地拜了。飞羽妹妹，你起来啊！你不是说要赚尽天下的钱吗？你睁开眼看看我！夫君，飞羽妹妹已经去了，抓紧入土为安吧。你如今这般，岂不是让满京城看我们贾家的笑话？滚！飞羽妹妹不想看见你。若不是你们设计我大婚，她怎么会死？飞羽妹妹，黄泉路上又冷又黑，你别怕，我这就来陪你。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商薛氏胆大包天，竟敢暗中勾结外邦，走私玄铁与战马，意图谋反，罪不容诛。不可能！薛家是皇室钦点的皇上，怎么可能通敌？这是诬陷！你们不能抓我！没有诬陷，你去大牢里问问你的父亲就知道了。不仅如此，贾夫涉嫌包庇逆党，同罪论证。那走私通关的文书上，赫然盖着你们贾夫当家主母的大印，铁证如山。这就是报应！飞羽妹妹，黄泉路上你不孤单了。飞羽妹妹，我绝不会让你死。那碗加了料的百合莲子羹送去宁香坊了吗？姑娘放心，已经借着大婚沾喜气的缘由送进去了。林飞羽啊，林飞羽，过了今日，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少夫人，这贾府的一切都得是我的，而你只能做一具冰冷的尸体。去，派人给我盯死宁香阁，我要第一时间听到他断气的消息。是。这下毒的手法也太糙了，一股子刺鼻的苦杏仁味儿，真当我是傻子吗？小姐，小姐！景行，你能连夜翻墙出府求救，足见你护卫贾坊和飞羽丫头的诚心。圣上念你年幼，这才网开一面，免了贾坊满门连坐之罪，也撤了薛家的赐婚。多谢云夫子救命之恩，薛清瑶那个毒妇一定不会放过飞羽妹妹，我必须马上赶回去。那个逆子呢？大婚之日竟然敢逃婚，给我搜！死了，他终于死了！小姐尸骨未寒，你在这里笑什么？贱婢滚开！来人，把这晦气的棺材给我抬出去，扔到乱葬岗去，别冲撞了本少夫人的喜气！谁敢动他？
把他给我按住！今天就算是按着他的头，也得把这堂给拜了。你的飞羽妹妹已经死了，既然你这么舍不得她，不如咱们今天就在这灵堂之上，当着她的棺材拜天地。我要让她做鬼，也看着我怎么做侯府的当家主府。春秋大梦，皇上已经同意撤婚，咱们两家的婚事已经作废。退婚？皇上收回成命了？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假的，这肯定是假的！我薛家有贵妃撑腰，怎么可能会退婚？这退婚圣旨是皇上仁慈，这一道圣旨才是你们薛家的催命符。薛氏通敌谋反，罪证确凿，奉旨薛家满门下狱，秋后问斩。薛家走私亏空的巨额官银，抄没全部家产抵债。我的钱庄利息还没拿，我不想死啊！贾府大房贾母贾人挪用公款包庇罪犯，即刻褫夺身份，流放3000里。念贾景行举报有功，皇上法外开恩，保存贾府其余人等姓名，但府内财产尽数充公。飞羽妹妹，我又来晚了。飞羽，我的孩子，是外祖母对不起你。祖母，贾府已然躲过此劫，从今往后，我贾景行与这冷血无情的贾骨恩断义绝，再无瓜葛。飞羽妹妹，我说过，黄泉路上又冷又黑，我绝不让你一个人走。景儿，你疯了！快把她拉出来！别碰我家小姐，景少爷对小姐情深意重，既然他是要生死相随，你们谁敢拆散他们？改棺起灵！祖母，你身体刚好一些，莫要动气。景儿是我贾家嫡出的唯一男丁，我绝不允许他如此任性。还不快扶祖母回房休息！来人啊，快来人！哥哥吐血晕倒啊！谢谢你三妹妹，飞羽妹妹若是死了，我贾景行绝不苟活于世。哥哥，你放心去吧，既然这是你选择，三妹成全你。祖母这边，我自会守在床榻前尽心侍奉，替你尽孝。你们还愣着做什么？盖棺！这假死妖的后劲真大，浑身酸痛。飞羽妹妹，你别怕，我已经下来陪你了。原来阴曹地府也会感觉到疼啊！叮，恭喜玩家林墨成功逆转大梦龟的必死局，逆天改命任务圆满完成，检测到现实世界通道已开启。请问宿主是立刻返回现代吗？